Hello， 大家好，我是 Kelvin。腾龙35150这一支镜头已经发布1年多了，网上对它的评价基本上都说它是一支干活头。但是呢，作为一名职业摄影师的我是从来没有考虑购买它的，因为呢，我已经有这些索尼的变焦还有定焦镜头，而且呢，在大部分的日常拍摄工作中，我还是更偏向于使用定焦镜头。最近一位网友问我，他刚刚入手索尼的 A74。如果只想买一支镜头作为日常拍小孩子和家人旅游时候使用，那腾龙35150到底适合与否？最近1个月，我借这一支镜头拍摄了婚礼、会议、食物扫街，还有家人。那经过一段时间的多场景使用后，我终于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的一些看法，还有购买建议了。那由于呢，这支镜头已经发布较长时间，网上呢也有不少的测评视频，我就不再把什么画质啊、锐度啊、对焦速度、焦外色差、畸变等参数展开讨论。我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这支镜头的综合素质很不错，足以满足大部分的拍摄需求了。那对于大部分的职业摄影师和普通用户来说，真的没有多少人会放大400%来看看中心和边缘锐度、紫边，看看焦外光斑到底圆不圆等等。那这些呢，其实都不会影响我们拍摄出一张好的照片。那在对焦方面呢，它可以说是比较的可靠和稳定的。那本期视频我会从职业摄影师的角度和一名摄影和旅游爱好者的2种身份去体验这一支镜头。那所有的分享啊，仅是我个人的意见。我用这支镜头拍了婚礼和会议。那35150这镜头呢，的确是比较实用。如果我可以在某些时候妥协一下，其实呢可以一机一镜拍1天。但是新西兰的婚礼呢，一般都分为了几个环节，一般都是新人化妆准备、仪式、大合照、外景拍摄，还有晚宴。那在化妆准备还有拍摄人物的特写呢，婚纱首饰等等呢，我个人还是更偏向于使用24毫米 f1.4GM 和50毫米 f1.2GM 这2支镜头。那在仪式的时候我也会根据人数的多少、场地的环境，决定我使用定焦还是变焦。如果呢我是使用变焦的话，我一般都会使用2470加70200这样子的双机拍摄组合。当我使用35150之后我的确可以做到一机一镜拍摄这个部分。但是当我进入拍摄这个大合照的部分呢，我还是会拿出这个2470来拍摄，因为如果我需要拍摄上百人的大合照24端还是比较必须的。那在外景拍摄部分，35150又再次体现出这个焦段的优势。不过我个人觉得还是可以搭配一支85 f1.4的定焦来使用。那毕竟呢，35150去到85端呢，已经是 f2.8的光圈了。在某些时候我还是觉得135毫米端以下的使用 f2.8光圈拍出的照片和使用 f1.4大光圈拍出的照片呢，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那所以呢，我还是会搭配85来拍摄一些外景照。那在晚宴的时候，使用35150也可以很好的覆盖晚宴宾客讲话、新人切蛋糕和跳舞等画面。而在35毫米端 f2 和50毫米端 f2.2的最大光圈呢，在夜晚的时候也是比较实用的。会议拍摄我也是分情况决定我使用定焦还是变焦镜头。如果是偏向于纪实正式的会议，那照片用来发这些正式的新闻稿，那我觉得35150还是挺不错的。但是如果是用来发布在社交平台，主要是体现会议的这个氛围感，我个人还是更偏向于使用定焦大光圈镜头来进行拍摄。而用它来给外卖平台进行实物拍摄，我个人觉得也是蛮不错的。那无论是锐度还是最近的这个对焦距离，那还有呢焦段，我个人觉得都非常适合。但是呢，由于呢它没有这个脚架环，而且呢它自身的重量呢并不轻，那搭配索尼的机身放在三脚架上面呢，也是有明显的头重脚轻的感觉。那在使用的时候呢，也是必须注意一下。
对于视频拍摄，由于它的自身重量，而且呢它也没有镜头防抖，所以呢无论是手持拍摄、稳定器拍摄，还是三脚架上面拍摄，我个人都觉得并不是特别适合。但是这仅是我个人的使用习惯，而且在日常的工作中，我还是更偏向于照片拍摄，所以呢使用这支镜头来这个视频拍摄方面的体验呢，我就不展开讨论了。那一直以来都有不少朋友说35150这镜头是适合用来干活的一镜头。那经过我长时间的一段使用嘛，我更偏向于用它来作为一支家庭使用的镜头，或者是旅游时候的一支镜头。那甚至啊，如果你只想买一机一镜，那35150那真的是非常的实用。对于大部分普通人来说，就是爱好者来说，为什么像我平时去旅游啊，我经常都会纠结到底我要带什么镜头？那一般来说，2470再配一个定焦，再配一个85，或者有的时候啊，我会带一个70200。但是呢，去完旅游一趟回来之后，我会发现所有照片啊，我都是使用这个2470来拍摄。那另外2只镜头啊，都是多高宇，真的是带出去都是没什么用。最后呢，就是真的是后悔。所以呢，我想呢，那与其呢我带那么3只镜头出去，其实已经超过1点多公斤了。那我还不如直接带1只镜头出去，那我还不用一直背着包、背着相机这么出门，我只需要把相机放在这边挂着就好了，就可以出门了，也不用再背一个大大的相机包出门，这样子就很没有意义。那所以呢，而且呢，这个35150这个焦段啊，虽然它并没有超广角，但是其实在我看回我个人的一些拍摄习惯也好，一些拍摄手法也好，我很少会使用超广角的镜头来拍摄一些建筑也好，风光也好。大部分时候其实都是在24端到35端这个范围已经是用到最广的一个焦段了。虽然呢它并没有24端，但是35端其实也很多时候已经足以去用它来记录一下一些城市的一些特别建筑啊，拍一下风光啊，拍一下人文啊，拍一下家人的一些合照，都足够使用了。长焦端呢，这个150也不用说了，它已经比很多什么24105啊、24120的更加的实用，用来拍一些人像呢，或者来拍一下这个扫街呢，这个镜头真的是非常的实用。所以呢，我个人也是非常的推荐用这一支镜头来作为家用的一支镜头来使用。最后，我个人觉得，如果您是专业的摄影师，而且和我一样，拍摄的题材和种类比较多样，那35150可以入手，作为拍摄工作中的一支辅助镜头。但是我个人绝对不认为仅使用它就能够完成我所有的拍摄任务。它在某些时候的确是可以替代2470和70200的使用场景，但是绝对不可能完全替代定焦镜头。作为这个爱好者和普通玩家，如果你们是从单反开始接触摄影，用过这个单反的镜头，那35150这个1.1公斤的重量，我个人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那并且如果你还希望短时间之内不再入手更多的镜头，还想拥有一支大光圈的镜头，那35150的确是可以作为第一支入手镜头。无论是拍摄人像、家人、食物、旅游，我觉得它真的是非常适合。相比起什么24105啊、28200等镜头，我个人觉得还是拥有相对更大光圈的腾龙35150可以更好的在夜景或者室内弱光环境下使用，使用场景也会更加的丰富。还有最重要一点，对于我个人来说，如果要在更广的焦段和更大的光圈中进行选择，我肯定是更偏向于挑选一支大光圈镜头的。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如果喜欢本期视频，请给我点赞、投币、留言，还有分享出去，还有记住订阅我的频道哦。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